索尼相机的品控一直都被人诟病。在我还没有买索尼相机之前，我也一直害怕使用索尼来干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。今天让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3台经过我长期超高强度使用后的索尼相机，到底是否会出现质量问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elvin。视频一开始，我想先声明一点，这几台相机都是我自费购入，并不是广告，我保证不黑也不吹。本期视频所有提及的内容仅代表我的个人经历，还有目前在拍摄我的机器也是使用我今天刚刚购入的第3台 A74来拍摄。我个人呢一般是不会购买2件一模一样的物品的，那这仅是呢我个人的一个消费观念，还有一个执念。那为什么我要购入这么多台 A74 呢？在视频结尾我也会解释一下的。2020年的年中 ，A7S3 发布了，我当时非常兴奋，但是并没有立刻下单，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是使用尼康的系统。在看了一大堆测评视频之后，我最终决定购入，成为我视频拍摄的主力机器。那在那以后啊，我所有 B 站还有 YouTube 的测评视频所拍摄机器都从尼康的 Z6 变成了 A7S3。那购买它之后，我除了购入了这个兔笼，还有给屏幕贴了保护膜之后呢，我就没有再做任何的贴膜还有保护了。那在日常的使用中，我也没有特别的爱惜。我觉得相机就是工具，该怎么用就怎么用，坏了就大不了就买台新的呗。在过去的日子里面，我也用了它呢，拍了不少这个婚礼、商业活动、小型广告，还有婚礼直播。那今年9月份，我还带它去了澳洲，拍了几天这个商业活动。那虽然呢，它并不是像我这2台 A7M4 那样子，几乎是365天没有休息，但是它也绝对没有在吃灰。在过去2年里面，我试过在炎热的夏日户外、初冬的微雨中来使用。但是我都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的死机、过热关机这些问题。那大家也可以看看机身上面所有的按键还是回弹正常，所有的印刷都还是清晰如新。相机机身的所有材质几乎没有任何的掉漆、掉皮的问题。记忆卡的卡槽还有这个开关门还是一切正常。机身侧面的各种接口保护盖还是可以正常使用。最多人投诉的屏幕松垮现象，在我这台 A7S3 上面呢也没有遇到过。那如果一定要挑刺，那这台相机上面使用最多的 HDMI 接口，在经过2年以后，的确是有点松了。不过我发现其实从第1天开始，它就是这样子。那所以呢，我一般在外接屏幕的时候，我也会使用这个 HDMI 的线材锁扣，保证 HDMI 线材不会松脱。那经过2年的高强度使用之后，如今只要是有小伙伴让我推荐适合拍摄视频的相机，我肯定会首推索尼的 A7S3、FX3 等等。2021年的年末 ，A74 发布了，我当时毫不犹豫下单，12月初我就拿到新西兰第1批的相机。截至今天为止啊，这台相机的快门已经使用了69500次。那由于我习惯双机拍摄，那所以呢，2023年的1月1日，我又预定了一台。经过3个多月的漫长等待啊，今年的4月初，我终于也拿到这台 A74 了。那如今呢，这台相机快门也达到了5万了。那在过去的这1年里面，我几乎每天都使用它们拍摄人像、婚礼、活动产品，还有当然了，我也拿它来拍摄视频、直播等等。而且无论是短片还是1个小时以上的超长时间录制，我都有试过。同样呢，我也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的死机，还有过热问题。那而且我还试过在28度左右的这个初秋户外拍摄 4K 50的内录，同时外接无线图传输出1080的这个婚礼直播。而且当时还是连续录制长达这个90分钟，它都没有出现任何的过热问题。那这2台相机同样也没有贴任何的保护膜，也没有使用任何的保护套。那大家也可以看看它们目前的状态是如何的。
相信呢，如果我把这台今天刚刚购入的 A74和另外2台经过高强度使用的 A74摆在一起，你们是无法分清哪一台是新，哪一台是旧的吧？那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我这3台 A74都是泰国制造的，但是在国内不少朋友都和我反映，他们购买的 A74是无锡制造的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经常在网上还有各种群组上面有人抱怨 A74有大大小小的问题，那不少人提的最多的就是 A74容易过热。那其实啊，我曾经也试到过拍摄 4K 50视频的时候，几分钟就提醒我过热，然后关机。那后来我才发现，我是忘记把这个过热保护调整到高。那只要改变了这个设置，我再也没有遇到过任何的过热提醒了。那不过同样呢，这3台相机的 HDMI 接口呢也是有点松。在使用它们之前，我都是使用尼康的相机。的确有不少人都说尼康的相机坚固耐用、军工品质，但是在过去的10几年里面，无论是 D3、D3S、D800、D850，我几乎每年都需要给它们换皮。大家也可以看看，经过3年快门达到这个65000次使用之后的这个 Z6 是什么样子。那以下这些照片都是我当时把 Z6 放在网上面卖的时候所拍摄的，大家也可以看看机身多处有这个掉皮的这个现象。接口保护盖的这个橡皮也早已无法完整闭合了。那不过除了以上这些小问题以外，我使用过的所有尼康相机也没有出现别的严重问题。最后我也要解释一下，为什么我要再买一台 A74呢？因为最近这1年我的工作量猛增，不到1个月可能就会拍摄超过1万张照片以上了。从经济的角度来考虑，还有防止快门过高我会把第1台购入的 A74以合适的价格出掉，然后换成最新的这一台。或许等到明年的年初，我也会把第2台的 A74也出掉，再购入第4台 A74。那至于为什么我不选择 A1 或者最新推出的 A7R5 呢？那主要因为是我拍摄的题材真的不需要高像素，也极少需要极速连拍，更没有 8K 拍摄的需求。我觉得如果花10元的机器就可以赚钱了，绝对没有必要投入20。我并不是器材党，也不会瞎逼乱买，更不会花额外的钱去购入性能过剩的旗舰机。当我购入了每一样器材的时候我都会考虑它的投入和产出比，我只买合适的，而且我会用到的器材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。再次声明，本次我所提到的所有内容仅代表我个人的亲身经历。那或许索尼的相机品控的确是有大大小小的问题，也或许仅是因为我的运气比较好，这3台相机都没有太多的问题。但是我的分享都是真实的体验。如今对于我来说，一台相机是什么品牌，其实我早已不在乎了，我只在乎是它的真实性能、性价比，什么牌子用的顺手，适合我，我就用什么牌子。最后，希望大家能够珍惜每一位敢说真话的博主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请给我点赞、投币、留言，还有分享出去，还有记住订阅我的频道哦。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